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第一点，这边是打到3株才是被那个部落认为是最猛的勇士。哎，给你一个，好，来，这个给我。这个是叫麻竹笋，从底部开始，你别喊到我。不会，蛮苦的，真的比苦瓜还苦，但很清甜。我的苦瓜很苦。带你看这个你比较少看到的一些特殊的树类，叫做鹿角灵芝。灵芝？对，这个我真的没看过哎。这个一般灵芝市面就很少人在种了。这个看起来那，请上面，你觉得它像外观像不像喝酒的倒角杯？是小小的啦哈，它长到这么大，像这个差多久知道吗？这样子长。这样子1个礼拜，1天。台湾包括了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，整个地区不单被中央山脉、雪山、玉山以及阿里山拥抱，更衍生出大甲溪、大肚溪、浊水溪等山林流水地势。河水冲击的沙洲平地，造就中台湾成为农业重镇之地，更孕育出令人感到梦幻的缤纷花海。如果想要找个地方可以1年4季看到不同的花卉，那么台中中社的花海绝对是制造浪漫的首选哦。听掉，没啦，因为这一点生一点老啊，老啊，所以用黑啊，你看那个叶子都已经枯掉了，那个花也枯掉了，比较不漂亮了，我们就后面马上递补新的上来，让游客随时来这里都可以看到漂亮的花这样。我比较根部这边这样就比较好拔了。没关系，那一段本来就要拔掉的，最好是连根一起拔掉，比较。不光起瓦固，种1个月，然后在这边再种1个月，这边可能花期就在1个月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它等于差不多花期只有1、2个月哦。差不多，如果比较盛开，可能就1个月这样。1个月而已。对。能够漫步花海的浪漫，这些都是靠辛苦工作人员的努力。而为了让花儿们可以大放异彩，翻土施肥更是少不了的工作。肥料跟土一起混合在一起，让它平均这样子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如果它是上要往上，对，慢慢拖。靠这样小心就好了。支撑点，然后转过去就好。你这样抬不起来，你不动，没办法抬。看起来好像很轻松，其实没有，因为它的马力往前拉的时候，你还是要一直拉，而且吃进去以后，有一点叼住啊，然后一直这样前后这样拉。看似简单的工作，其实一点都不简单，因为怎么细心照料才是关键。尤其台湾最闻名的就是农业技术，不只可以在花海中秀出大片风光，更能钻研出令人惊艳的境界。
彩的话是怎么选？我们要看开度，是你要用你的手去摸它，你摸这一颗，摸这一颗，对，跟你摸这一朵，你摸下去的感觉会不一样。哦，你说里面是不是？让我来摸一摸，让我来摸摸它。都一样，我才摸不出来，摸不出来。你往底下看，你就看得出来它的那个，这种就是完全还没有开的，任何开度都没有。不是，这个香菇，看香菇。哦，香菇。啊，采怎么采？直接这样子摘就好了。这么快？这种就都会留着。所以你看它有些不是看大小哎，不是，它小朵也会开啊。是看开度，不是看大小。哦，这个开不开这件事情，刚刚上懂啦，3、5要大开，一直说开还不开，我都听不太懂，就看起来都是开的啊。这个就是没有开的啊，这就是有开的，你看得出来？你这样摸，你摸它的厚度跟厚薄度这样。好。你是蒙麻球。对，你雕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摸不出来。你说这个是没开的哦，你看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比较大，右手的比较大，左手的比较小，但是左手的是开的，右手的还没开。不是我糊涂，一般都认为只要是大的就能采，结果了解了才知道，还得迅散宽度达1个指头以上才能收。难怪人家都说隔行如隔山，也唯有深入了解才会发现，竟然还有这宝贝。但你看这个，你比较少看到的一些特殊的菇菌类，哦，像这个也是菌类的、啊。对，这叫做鹿角灵芝。灵芝？对，嘿。灵芝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吧？对，没有错。我们大家的印象，对，我们看到的都是长这样子。好啊，你看这样子啊，它这个形状像什么？哦，它的形状就是像鹿的角。哦，哎，也像，哎，说也像，它叫做鹿角灵芝。哦，因为我刚才这样整片看，对，有点像珊瑚，这也是灵芝的一种。对。这个我真的没看过哎。这个一般灵芝市面就很少人在种的啦。啊，很少吗？因为这个灵芝它不好卖。亮哥，你买这灵芝，我自己从小到大，人家讲灵芝就是觉得很贵，多珍贵啊！对啊，而且以前不是种不了吗？它是很好种，主要是说它有菇味。大家接受它不是炒来吃的。我们菇有分食用菇类、药用菇类跟毒菇。啊，对。食用菇类就是香菇、杏鲍菇炒来吃的。就直接入菜直接吃。灵芝、茯苓、冬虫夏草，这是有疗效，就叫药用菇类。大部分对灵芝的印象都是属于圆形或扇形的赤芝或松山灵芝，所以这种鹿角形状极为罕见珍贵。而人工培育的灵芝，因为能够提供最好的生长环境，所以品质上比野生灵芝还要优秀哦。你搞到小刚好，就是类似我先加一个你看哈。这样子。来，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。是。这灵芝安尼养，这个养得很长，对不对？好，多长要剪？多长？你觉得多长要剪掉？不是越长越好。心情不爽剪。它大小都一样，不同的位置点它有不同的一个成分。像这里叫灵芝蓉，灵芝蓉这个位置的多糖比较高。它这里比较黑，比较深色，这里这三铁类比较高。三铁类就对肝。这是对免疫系统。长这么大，你知道多久？里面有这个保险套。这一颗这么大一颗啊，有20几两。这样怎么分？这个是重量是？对，你拿起来。他讲话。11级11级在这里。11。对。1级。最大颗的。这个大概4、5倍以上这一颗。英文版上线啦，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世界第一等。它这里比较黑，比较深色，这里这三铁类比较高。三铁类就对肝。
啊，这是对扁梨洗头。长这么大，你觉得多久？你刚才香菇说3天、2天、3天就超大，这个没有那么好了，要长这样要2个月到3个月了。灵芝这么慢？对，灵芝长得是慢慢长啊，难怪。对，你加来，咱兄弟啉来。加进，在你看哪里不顺眼，剪哪里。我看他很顺眼，那怎么办？看顺眼也可以剪哦。好，嘎子耶，都可以，一般都是这样。你先剪一个，因为这个看起来比较，因为这比较多糖多一点。好，对。所以我要剪这边也可以，都可以。哇，嘎灯哦。对，可以。呵，炸。啊，对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好浓哦，它的味道怎么会这么浓？对，外面闻不出来任何味道，基本上没什么味道。对。这个一剪断，浓郁，很像那个干货的那种爆发感。对。长知识的时间到啦！鹿角灵芝成长初期，顶端生长点呈现乳白色，称为灵芝蓉。此时是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，可说是灵芝的最高极品。而且在亮哥这儿，不只看得到最顶级，还能遇见最惊奇。这看起来那像上面这开了伞的杏鲍菇，像不？您觉得它外观像不像喝酒的高脚杯？蛮像的。对，这也不是什么新品种啊。不是新品种，它是很久就。没关系。它怎么断了？这个有没有很珍贵？来，我这个其实还好，它也不是。这破起啊呢？不简单的，咱大家给它破起啊，既然破，咱给它摘掉就好啊。等一下我们把它烤掉，因为它这不好保存。它保存问题，而且不好运输，像这样你一碰它就碎掉。卖相就会不好看，就是说消费者接受度不高，就是说很少人在摘。所以一直其实都有，就一直都有。请看我这里栽培的量是一点点。因为这不说，就只要这个东西有在这边栽培，说客人来了，多了解一样东西。是。它其实它在这个经济范围当中它不高，这个小小的啦哈。长到这么大，像这个差多久知道吗？这样子擦，这样子1个礼拜，1天。我明天再来看它就变这样子了。对。它速度怎么长这么快啊？长这么大根都是2天。2天？那从这样子，来到这样子，长到这样子，1天多一些。你一说叫我买那果汁胶的，哇塞，好可怕哦！而且它是属于大型菇啊，这个可以处理，像我有朋友可以处理，这一根曾经长过多重呢，一根曾经长到2公斤。哇塞，那不是菇了吗？跟手一样啊！这属于这属于偏比较大型的一个菇种。从小指大长到手臂粗，只要1天，最大比吉娃娃还重。这简直就是菇界浩克来着！面对这巨无霸，怎么收服它，得抓对美嘎才行啊！这个拔呢？这个是用剪？对，其实它蛮好拔的，它是的。这个已经摇摇欲坠了。对。也没想象中那么好拔。你转一下。对，转一下。这样子是有对，像你这不要需要这个都要踩起来，这个如果不踩起来的话，它这里会在包子里面烂掉。哎呦，这是长虫是吧？怎么会差这么多？对，就是它有的扎深就从因为这整个我们的太空包有菌丝嘛，对，它菌丝深度深的话，它从里面长出来，它的根就会很深，拉比较长，这比较上面菌比较白的比较多，比较上面，它就比较长得比较上面。这要怎么吹？像这种的采，就是你一定要把这整根拉干净啊！要整根拉起来，好像是整根，你要不要抽？这样算整根拉了吗？对，这样整根。这不是登起啊？那也断一小段。所以说我们尽量把这个会断掉在里面的越少越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会烂掉，会影响它，会影响到它。你看这个深度就不一样，这个深度跟这两其实差这么多。对。台湾农业技术果然大开眼界，这些鹿角灵芝、酒杯菇，要不是认识亮哥，市面上可以说是很少人知道的，更别说这桌好料，新社亮哥限定。这一张，你真係講啊！第一先，
有个菇味，但有个苦苦的味道。哎，这一场就刚才我们不是点的灵芝，我拿给你喝，这个酒杯菇，我这里不是在卖，因为它季节很短，是周边上就不贩卖。是，他就今天特别啊，有拍谁哦，谁看到我有而已。但你可以来这边摘了买回去自己烤。对。口感不一样，真的很脆，它是脆的。它一般的菇都是 Q 的，它都是脆的。因为香菇很软嘛，杏鲍菇比起来比较韧一点。对，但它是脆哦，它不是韧。对，就是你咬下去会，啪这样拉开。这个我第一次看到，这个厉害。远看以为是肉燥饭，近看里面上面全部都是香料。这个很好吃，这不是只有吃素的人爱。对，这样放在上面有没有？对。哦，你这样，内行的。你这吃货。我很会吃。你是怎么在享用它？我很会吃，很爱吃。哇！可以啊。这不是可以的，这好好吃哦。这汤有点像羹的感觉。对，它是不是有点稠的？我用木耳下去熬的汤当汤底。我不可以这样拿出来，把它浇出来当汤底。木耳菇汤、香菇饭、香菇香肠、灵芝茶、烤酒杯菇说不完的好料啊！不止吃饱，更是吃得健康满分。而这也是走访中台湾最大的特色，因为走进山林，不只可以发掘山中珍宝，更能在山上人家的生活日常找到用心二字。在拍哦，要出门了呢。热，好，马上。你看，我的房间非常的漂亮，但重点是这个。有没有看到？这个 view 非常漂亮，而且日出就从这边这样出来了。你可以躺在这边，早上就躺在这边看日出。很舒服，这么漂亮的美景跟民宿是有代价的，就是这么早已经在工作。我现在是在台中东市，行阿来拢知影，这里的梨最出名，吃过的人都会被这销魂滋味深深着迷，保准离不开你。你们这个都早上这么早就要开始工作？他们6点就开始了，已经载着8车回去了。8车啊？对。这个是为了防晒，然后防虫、防鸟。要拆吗？这个不用拆，不拆啊？但是你剪的时候一定要先把上面套住，然后你从这边就可以，从底部这边。对。整只这样剪。对，斜边。很大。加当呢？对。这样一包里面，这不是1颗啦，这里面3颗。这里面有，这样摸有3颗。3颗大概4斤。包这么厚的纸啊？对。我现在为什么要包这么厚的纸？你抱着哈。好，我拆开看。为什么要包这么厚啊？你用捧着。你看2层，用捧着3层。它这里面已经先破。这个。我以为我抱好了，拍谁？太重。真的太重，吓我一跳。这个小时候就用这个袋子。这个不要摸的，这皮很容易受伤。对。我吓一跳，哇，大家都醒了。这1颗这么大1颗啊！来下罗卡索。这个是挖是埋传统的，对，你要挖洞啊。
他踩那个板子，我不是有放吗？对，我不是有放一点那个短那个，对，那个，他踩下去之后，那一根掉了之后，它就会弹了，也是这样，踩下去的。哦，英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世界第一钓，这一颗这么大一颗啊！这么大一颗啊！都20几两了，这一颗都这样子哎，里面有这个。对，保险套就是3个，怕它挤在一起，撞伤。哦，简单一点，袋子没差嘛，手要套住，对，手要拖住哦。好，断了，好，哎呦，把它抱起来，抱起来，哎呀，哦，这个大，大哥，这个颜色为什么比较青哦？还没熟是不是？它原来是绿色，你不套的话更绿。你现在套你套2层，它就变成这种颜色。你如果说里面再加一个薄油纸，不透阳光，它就变黄色，变白色。就越来越淡，颜色越来越对，因为阳光进不去。比方说你那新世纪啊，就很黄的，就是里面的袋子不一样，它的颜色完全看袋子。这水分很多哎。满满的水分，这个水你冰过，刀子一下去，水绝对掉在地上。哦，对，绝对掉在地上。超大一颗，juicy又饱满，大哥拍胸脯挂保证，这里的水梨现吃绝对没问题。因为从小就用指套保护，防虫防晒之外，连农药都滴水不漏，就是要给消费者最好的品质。冲出去，2个人都，这种有点爽哎。拿上去啊！放在他前头，放到体温计。你不要撞到我哎！你不要睡啊！你不要睡。不好意思呀，今天第一天上工，不熟开车也是常有的事嘛。而且在树林中穿梭，还得小心别撞伤这群宝贝，否则大哥这1年来的心血就付诸流水啦。这样怎么分？这个是重量是？对你拿起来，拿起来。他讲话。11级，好，11级在这里，11。等一下啊！好，18级。18级？是啊，没有，然后我要用拿的。11级。哇！13级。这个好有趣哦。11级，这个全部都是新的，都是这样子。13级。它轻轻的。它会撞坏皮的。要看大颗的，大颗的。5级。好准哦！它这个主要是算重量，对，那扣掉。那以前呢？以前怎么凭经验？以前用小秤子，就传统的那个秤子，然后一颗一颗这样称。不知道你有一种1级，最大颗的，哇，轻轻的，好，轻轻的。这如果撞到就受伤啊，就不能进冰库啊，就要打起来。这个等一下分级完会先进冰库，就还要筛选过，我们要看过。他是要看什么？看他有没有受伤，有没有撞伤，剪刀有没有动到。就是最后再细还有坏掉修到，坏掉的旁边的坏掉的，如果撞到一起了就不要了。它有动到它的坏掉也就就不能冰了，一点点也不行。比一下，这个刚才是14到16级的，那哪一级的吗？拿1级好，拿1级的好。
这个大小的比较。这一个大概4、5倍以上这一颗。好险有机器帮忙，不然对我来说，水梨都是大颗、很大颗、超大颗的区别。看到这满满的水梨山，完全理解为何中台湾会封为农业重镇。不仅如此，环境也是造就文化的重要因素。举例来说，位于大甲溪畔的松鹤部落，以前又称为古拉斯部落，早期是泰雅族原住民聚落。而德福兰是松鹤泰雅族人的地名，意思是水源丰沛、土地肥沃，适合居住的地方。光复后，因为有很多白鹭鸶在大甲溪觅食，所以改为松鹤2字。尽管时空转变，松鹤部落的人依旧保有他们的生活文化。打到山猪才是被那个部落认为是最猛的勇士。所以什么其他山羌什么那个都不算，水路都还好，那个都还好，因为山猪有时候会跟人家跟我们会对冲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哎呦，所以要打到才是真正的勇士，而且要背下来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猎刀了，猎刀的功能很多，是你可以做记号，或者是削竹子，或者说我们打到猎物很大，我们就可以做分解。这是我们的斗杆，泰雅族叫斗杆，就是我们的装猎物的篮子。是啊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哦，这个可以装可能100斤的山猪哦，哇！对，但是你背起来是真的很重。这个手边呢，可以背到60公斤呢，对，都很耐用。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对松鹤部落而言，正是最佳写照。想吃什么，自己上山找，唯有走进山林，才会读懂泰雅族祖先的智慧。来一个给你看，好，来这个给我看。这个是叫麻竹笋，从底部开始。你砍大力一点，不然砍不下来，断了。好，我会断是。你这边，对，你别砍到我。哦，不会，没关系的，你砍烂也没关系的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这很好吃的。哦，吃起来苦苦的。这个就先暂时不要动它了，它当然蛮苦的，这个比苦瓜还苦，但很清甜。我的苦瓜很苦。好，兄弟，快，怎么这样？没事。哦，好，吓一跳。好了，好了，这整只拖出去啊？你们不相信，你要在这边锯哦，是要锯一节一节。还是我们锯一段，然后拿出去，然后出去再锯一节一节。我们一起拉了。好，这个要拉多长？哎呦，再来，我锯的刀就好了。好啦，哦，好喽，好。小心，很软。好，拿出来，去外面锯。好。对泰雅族来说，山上就是他们的厨房，也是教室。你在这里想要喂饱自己，就要懂得森林法则，学习如何与大自然共存。这边是他会经过的路。以前可能有人放，先帮我拉一下。哦，好。不要用断哦。好，我先等我一下，大哥等我一下。拉着，要把它锯断啊。哎，你下去知道了。哦，好。好，放，这个放掉。放。现在这个是挖是埋传统的。对，先要挖洞啊，先挖洞，因为你要放这个板子。感觉可以哦，松软一点。要打到多深？整只？要整只进去。对不对？好了，可以。
大哥，你那是要覆盖的还是要绑的？要做机关的，你要用那个呀，卡住它。好，卡住它，做机关的。一个，哎。好放，慢慢放，慢慢放，好放，好放，放啊放啊，不会打到你的，走开。好了，哎，好，钢索弄好，然后这板子让它踩，它会把这个弄掉之后，它就会整个绑住，是这样。你看它木板只是轻轻靠在那个竹子、那个卡榫上面而已。边哈。周边这些挖过的都要给它用干净，哦，免得尽量是带回去叶子啊，没有带回去。他踩那个板子，我不是有放吗？对，我不是有放一个那个短那个，对，那个，他踩下去之后，那一根掉了之后，它就会弹啊，就靠这个拉，一拉它那个就锁住它的脚，就是锁，就跟他那是用弹簧嘛，他是用这个的力量，树枝的力量。了解。买了之后，给它这个，哦，它这种弹力就不够强，哦，弹力不够强，它还是会倒。哦，如果是山猪就不会了，山猪重嘛，够大，它重它反而它会拉嘛。如何物尽其用，这些都是老祖先传下来的智慧。尽管上山出战无缘打山猪，但聪明的猎人总有办法养活自己。那不是用最原始没有工具的方式，手抓。你把你的手握起来，它就是一个漏斗。对，你就只能这样子了。是不然说在山上还用带个漏斗上去很丢脸，很麻烦。对呀，那也有人用叶子的，用叶子卷起来它也是一个漏斗，也有。OK， 也可以，都可以。那个像粽子那样子。对，漏斗用完了，然后就可以当个盖子。就地取材。对，这就是原住民的智慧。好，大概这边装了，其实差不多三分之二多，6到7成。对，你看到2/3。你刚刚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动作。你说把它敲扎实吗？对，那是不对的啊。敲扎实，这个饭不好煮熟。中间空气，它中间要有空气。因为我们不是煮饭，对，我们是类似蒸饭。跟着猎人才发现自己完全就是新生儿，很多我不以为意的举动其实影响很大。看来我这小朋友想上山独当一面还有很多努力空间。没关系，当猎人需要时间练，但当孩子王，完全不用等。对，如果掉下来再重新再来。好，踩稳了，还没有穿休息鞋啊，被人捞踩。我就是为了这个所以不穿休息鞋，免得。不会，教官我不会的。地震！不能掉，不能丢脸。踩稳。这边有石头，小心。好，可以。好，那边石头要小心哦。好，可以。教官可以吗？可以，要踩稳哦。要踩稳，直接上去是不是？上去这样。这个石头鸟尾。脚底按摩。真的是脚底按摩。就这样跳下去啊。就这样跳下去就好了。拍手声。催作的模式是嘴巴我们是当音箱，你要的表达的话，传达给我们口簧琴，再由口簧琴传达给外界，就像丢一个字，是，
有没有？有。会打到嘴唇跟牙齿是正确，你只要把我们的口簧琴。英文版上线啦，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世界第一等。什么有像有像，根本就是差很远，好不好？人家是180度前空翻，我是0度摔下水，最好是一样啦。哎，没关系，下一局我肯定能帅一波。哇，这个浮力很足哎！来下罗卡索，你看，这背着走。好爽哦！背着走，因为完全看不到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款自然系大甲溪飘飘盒完全就是练腹肌来的。你不仅要控制核心，稳住浮板，有时候还会卡上升，必须用腹肌移动浮板。这款游戏完全兼顾健身和娱乐的效果，而且玩了一圈下来，肚子也饿了。刚刚大哥准备的猎人餐好像可以吃哦。这样敲，那个是在拔钉子。哎，要示范吗？这样敲，是这样敲没错，可是你放的位置不对的。不是，那不然看样子还是得自己来做一次。奇怪，之前都是用那个刀子这样啪啊啪。你要有刀子啊，我现在只有锤子。对，对不起。你在敲的时候，这个不要拆，先不要拆。是然后敲的话要对关节。哦，对关节敲。对，要对关节敲。好。你这个再怎么敲也没用啊。裂的只把它敲烂而已。你敲开了，你还是拨不开啊。你这怎么拨也不开，所以你是要关节要敲开。它才会整个才会裂开啊。然后你再来才有办法敲这个地方啊。你要先把它敲开，裂开之后，你再敲这边才有用啊。那你这样敲开了，就把它拿起来就好了。就可以吧？直接这样拨就拨开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吃没有筷子的时候，拿这个直接，这个就是你的筷子了，对，你就直接挖了有吃过火锅吗？有那种煮那个什么手工姜啊，什么姜啊什么的，你就这样子拨，有没有？哇，那这个就是拨到你的嘴巴。我这个又不是女的，我来敲一个，来换你了啊！好，这边对，不要客气哦。不要打到自己手呢，手很远，手要握住。不要客气我这个掉了，对，没关系，那就把它顶住就好了。你的仇人就是他，你的仇人就是他，你的仇人就是他。有，碎掉，很碎，全碎，连碎到后面都碎，哪里都可以开，都可以开了。漂亮漂亮。香，哇，好香！对，先尝一口嘛。烧烤的味道，好香哦！整个米饭的味道、香味都出来了。所以那湿润度刚刚好，完全不会干。你看到，这个膜就直接粘在饭上面。竹筒饭、山猪肉、各式山菜，满满一桌猎人餐，简直就是5星级的美味啊！吃饱喝足后，大哥说泰雅族还有另一个更美的听觉飨宴，更值得好好用心去感受。
这些每一种都是代表不同的是的音调吗？阶级，它是算阶级做使用的。这个就是我们泰雅族文面族群每男女，然后就是长老都会有一支挂在身上，也戴在身上的，那叫做传达。这个第二支呢是传统铜边口簧琴。那这种的话是女孩子，你们到进部落的时候有看到女孩子有挂在身上一支，那代表她是准备被迎娶，或者是已经被迎娶的。2黄到3黄，这就是长老级的，就是长辈头目在做使用。那4黄到5黄，以前我们没有就是医生，我们是以巫师来做，对，就是类似驱邪啊，然后我们自己的身体的那个病痛这样。是哦。原以为口簧琴只是单纯的乐器，但是了解后才知道是泰雅族的身份象征，代表的是自己。所以学习怎么做口簧琴，就是了解泰雅文化的第一步。所以是要把它挖薄就对了。对，我们要挖到差不多跟我们的指甲一样的厚度、薄度。这么薄啊？是的。所以有没有人一不小心挖一把就整个把它挖断了？会啊，因为每一只竹子的韧度跟厚度都不一样。哦，那应该你中午没有吃饭。中午吃的有点多。左右2侧开始这样侧的。我们先从这边第一刀下去一次，挖过去了，然后再换左边，右边左边，然后再挖中间。好了。一开始我觉得只要削好了，吹应该不难啊，结果事情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。我们拉法是这样，这个手不能动，左手不能动，左手不能动，嘿，手臂都要抬高，点到放掉，点到放掉，这个不能动，左手是定格，不能动，那手都一样抬高，点到放掉。这个拉的时候，左手真的不要被它拉走，你这样拉的时候，我们的右手这个小拇指挥痛是正确的，我不相信。应该有声音，因为你刚刚有声音啦。哦，有没有？有一点。我光是学拉手就痛到一个不行啊，连我自己都怀疑到底能不能学会啊。吹奏的模式是嘴巴，我们是当音箱，是。那当哑巴讲话，然后把你要的表达的话传达给我们口簧琴，再由口簧琴传达给外界，就像丢一个字，是。有没有？有。哦。会打到嘴唇跟牙齿是正确，你只要把我们的口簧琴，口簧琴要做调整，贴紧哦。哦。丢。打到牙齿。这很像，你知道被什么东西弹到自己的感觉。不是猛拉，点到放掉。我很怕你嘴角等下流出来。其实你可以先在你的前方拉到真的有声响的时候，再靠近嘴巴。像这样拉是对的啊，你靠近嘴巴一定会有声音。有声音了，靠近嘴巴。哦，你会不会疼到？好，最后一次哦。不可能！有了，会痛对不对？对，你不要看它这个好像，你看我这边会被拉扯到，全部都会淤青。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，就是在教口簧吹奏的时候，我们会建议就是学员们，就是拉在15分钟过后就放掉，对，不然手会破皮。英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！世界第一。对，
口簧琴对泰雅族来说是代替实际语言，将原本的口说传递给对方。透过这次学习，让我更深入了解泰雅族的文化外，更透过这次旅行体验到中台湾的山河之美以及浓浓人情味。有机会不妨来趟山林之旅，给自己一个好好认识台湾的机会哦。